你是不是也发现，现在这个社会养猫养狗的人似乎比养小孩的还要多了？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面对一个不会说话的毛小孩，却愿意付出所有的耐心？我们愿意省下自己的花费，把最好吃、最营养的罐头都留给问，每天下班累得半死，第一件事还是乖乖去清理猫砂盆。但是当这只陪伴你多年的毛小孩突然生病了，甚至到了生命的尽头要离开你的时候，那种撕心裂肺的痛，你是不是也曾深深经历过？我见过太多人在动物医院的门口哭得蹲在地上，心里总是有个过不去也不想过去的坎。为什么对的寿命这么短？为什么老天爷要这么残忍，把祸从我身边带走？今天我想用一个不一样的角度来解开你心里的这个死结。在佛家的眼里，这世间所有的相遇和离别从来都不是偶然，而是一场为你精心安排的修行。我们常说缘起缘灭，你以为是你去宠物店选中了缘，或者是在下雨的街角好心收留了缘，你以为是你给了缘一个家，是你单方面在养这只猫，但你可能不知道，从佛学最底层的逻辑来看，其实是这只猫跨越了千山万水，甚至跨越了无数次的轮回，特地来度你的。有一部很深奥的佛经叫《华严经》，里面有一句话说，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意思是说，每一个微小的生命都藏着整个宇宙的真理与慈悲。所以你家里那只每天只知道睡觉讨摸摸的猫咪，其实就是佛菩萨派来隐藏在你身边的人生导师。这不是我在说安慰你的话而已。在很久以前就发生过一段非常不可思议的真实历史公案。故事的主角是一位非常有名的神医，名叫王元修。王元修这个人天资非常聪颖，10岁就能把《黄帝内经》背得滚瓜烂熟，15岁就跟着鼎鼎大名的药王学习医术，到了20岁，他已经是一位医术精湛、声名远播的名医了。而且他不仅医术好，还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平时只要不看病，就是静静的诵经念佛，心地非常善良。有一年冬天，王元修在出诊的路上经过一片草丛，突然听到一阵微弱的叫声，他走近一看，发现了一只奄奄一息的黑白小花猫。这只猫全身都被雨水打湿了，眼睛半闭着，呼吸微弱到像是一条快要断掉的丝线。一般人可能看一眼就走了，但王元修心里那一股不忍心的力量涌了上来。这股不忍心其实就是佛法里常说的慈悲心的萌芽。他二话不说，立刻脱下自己温暖的衣袖，小心翼翼地把这只猫包裹起来带回家中。他用尽了各种草药，没日没夜，寸步不离地照顾了这只猫整整7天7夜。终于奇迹发生了，小花猫缓缓地睁开了眼睛。王元修高兴得简直像救活了一个人一样。他给这只猫取了一个名字，叫做福来，寓意着福气到来。从那之后，福来就成了王元修生活中最亲密的伙伴。王元修在桌前看医书，福来就安静地趴在旁边打呼噜。王元修在院子里捣药，福来就在旁边守着，好像一个小护卫一样。就这样，一人一猫互相陪伴着，走过了3个平静的春夏秋冬。直到第3年，发生了一件怪事。那年冬天，王元修被紧急请到京城，去为一位重病的大臣看诊。临走前，他千叮咛万嘱咐，把福来托付给了信任的邻居照顾。就在他抵达京城看诊到第7天的那个夜里，王元修做了一个极其奇妙的梦。梦中，他来到了一座金碧辉煌、庄严无比的大殿。大殿的正中央端坐着一位面容慈祥、浑身散发着柔和光芒的佛祖。佛祖微微笑着看着王元修说：“王元修，你行医救人确实是功德无量，但你可知养猫也有因果？”王元修听了一头雾水，赶紧拱手问道：“
佛祖明示，弟子愚钝，这养猫每天吃喝拉撒，何来因果之说？这时，佛祖伸出手指，朝着半空中轻轻一指，虚空之中竟然浮现出了王元修家里那只黑白花猫福来的影子。佛祖用一种极具穿透力的声音说道：“此猫与你有缘，你养缘几年，将决定你来世福报的大小。”王元修更加困惑了，连忙追问：“请佛祖明示，究竟要养猫几年才能得到大福报？”佛祖只是微微一笑，没有再多说什么，只留下了一句话：“回去后你自会明白。”梦境到这里戛然而止。王元修从床上惊醒，整个人满头大汗。荧幕前的你听到这里，是不是也觉得不可思议？我们现代人每天在外头奔波，面对主管的压力、客户的刁难，或者是年纪大了，面对子女不在身边的孤独，回到家看到猫咪过来蹭蹭腿，或者去街角喂喂流浪的浪浪，我们觉得那是一种放松，一种心灵慰藉。我们以为养猫是在索取陪伴，但佛祖的话直接给了我们一个当头棒喝。在世俗的眼光里，我们对一个人好，往往是有条件的。我们对邻居好，希望邻里和谐；我们对朋友好，希望未来能互相帮衬。这种善意多多少少夹杂着一丝功利。我们常常以为去庙里捐钱、点光明灯才叫做累积福报。但是你对一只猫好，你图什么呢？不可能帮你赚钱，也不可能在你生病时开车帮你挂急诊。你每天心甘情愿地为为清理臭气熏天的排泄物，为为准备食物，这种完全不求回报的付出，在佛法里面，这就是最高级的修行，叫做无相布施。佛祖说的福报，并不是指老天爷会因为你养了猫就赏你金银财宝，而是透过这只猫，你在无形之中放下了人类那种高高在上的傲慢。当你愿意蹲下身来，去理解一个无法用言语沟通的生命，去包容偶尔的调皮与破坏，你内心深处最纯粹的慈悲与耐心就被慢慢的修炼出来了。这就是为什么你的家就是你最好的道场，而你养的猫就是来考验你、度化你的善知识。那么王元修醒来之后，赶回家里，等待他的会是什么呢？佛祖说的养黄几年决定福报大小，到底藏着什么样让人落泪的玄机？王元修从那个充满玄机的梦中惊醒后，心里一直忐忑不安。他匆匆忙忙结束了京城的医治任务，日夜兼程地赶回老家。一路上，他脑海里不断回荡着佛祖的话：养猫几年，将决定你来世福报大小。一推开家门，邻居就面色凝重地迎了上来。王元修心里咯噔了一下，赶紧冲进屋内。他惊讶地发现，曾经那只活泼机灵的黑白花猫福来，此刻却虚弱地趴在地上，行动迟缓。原本充满光泽的毛发变得暗淡无光，眼神也失去了往日的灵动。邻居无奈地说：福来这几天几乎不吃不喝，一直望着门口，似乎就是在强撑着一口气，等主人回家。王元修心痛如绞，连忙抱起福来，仔细把脉检查。但残酷的事实是，作为一代名医，他救得了天下无数的奇难杂症，却绝望地发现自己的爱猫已经病入膏肓，时日无多了。他不甘心，他翻遍了所有的医书，亲自上山采集最珍贵的草药，日日夜夜守在福来身边。就这样熬了7天，福来的状况似乎有了一点点好转，能勉强站起来走2步了。王元修高兴极了，以为自己从阎罗王手里抢回了这条小生命。然而就在他以为一切即将好转的某个清晨，变故发生了。他端着刚熬好的药走进屋，却看到福来静静地卧在自己的药箱旁，一动也不动。他颤抖着手伸过去，触碰到的是已经冰冷的身体。福来走了，没有挣扎，没有痛苦，就像是进入了一场沉沉的长眠。
王元修悲痛欲绝，他亲手在后院的桃树下挖了一个小小的坟，将福来安葬。当晚，他再次梦见了佛祖。这一次，佛祖什么也没说，只是面带慈悲的微笑，伸出手，轻轻指了指王元修的心口。王元修不解其意，从梦中醒来。他沉浸在失去福来的巨大悲痛中，也困惑着佛祖指着他心口的深意。时间是最好的良药。日子一天天过去，王元修将这份思念化为动力，他的医术更加精进，拯救了更多在生死边缘挣扎的病患。1年后，他在热闹的市集中看见一群调皮的孩童正在戏弄一只浑身脏兮兮的小黑猫。那只猫瑟瑟发抖，却有一双极其明亮、倔强的眼睛。那一瞬间，王元修仿佛看到了当年的福来。他毫不犹豫地走上前，买下了这只小黑猫，带回家中，并给其取名为福寻。寻找福气的寻。如果说福来是安静乖巧的，那这只福寻简直就是个混世大魔王。福寻性格非常顽皮，常常在王元修专心调配珍贵药材的时候，突然跳上桌子，把药材打翻一地，或者半夜在家里跑跳，弄出各种声响。起初，王元修看着满地狼藉的珍贵药草，心里难免会有一丝恼怒，甚至想举起手教训除。但每当他转过头，看到福寻睁着那双无辜又明亮的大眼睛看着他时，他举起的手最终总是轻轻地落在了猫的头上，化作无奈的抚摸。日子久了，王元修发现自己竟然越来越离不开这只调皮的黑猫。每当夜深人静，他研读医书感到疲惫不堪，甚至对着棘手病例感到深深挫折时，福寻就会默默地跳上他的膝盖，轻轻地用头蹭着他的手背，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仿佛在告诉他，别怕，我在这里陪你。福寻就这样陪伴了王元修整整5个春秋，比福来多陪了2年。在这5年间，王元修的医术达到了巅峰，他写下了被后世医学界奉为经典的医学巨作。然而，生命的时钟终究会停摆。在一个风和日丽的午后，福寻也静静地躺在那个熟悉的药箱旁，永远地闭上了眼睛。情景与当年的福来何其相似。但这一次，王元修没有崩溃痛哭，他平静地接受了这个事实，将福寻安葬在福来的旁边，让2只小家伙在地下有个伴。当晚，他第3次梦见了佛祖。佛祖微笑着问他，你已经明白了吗？王元修摇摇头，弟子愚钝，仍不明白养猫与来世福报的关联。佛祖指着虚空中福来与福寻的影像，问道，你看，我们的离去给你带来了什么？王元修低着头思索了片刻，缓缓答道，是悲伤，还有对生命的敬畏。佛祖点点头，还有呢？王元修心头一震，忽然领悟了什么，抬起头说，是慈悲心。因为福来和福寻，我更加理解了生命的脆弱和短暂，也让我对待每一位病患时更加尽心尽力，不敢有丝毫怠慢。佛祖欣慰地笑了，正是如此，养猫看似简单，实则是修行。各位朋友，我们稍微停下来想一想，对比一下我们现在的现代人，在速食文化的环境下，我们是不是变得越来越没有耐心了？在人际关系里，朋友一句话说的不中听，我们可能就直接翻脸退群，甚至拉黑封锁。在感情里，只要遇到一点摩擦，我们就轻易地说分手。我们总是在寻找一个完美契合的人，却忘了所有的感情都是需要时间去打磨的。但是，当我们面对家里的毛小孩时呢？抓坏了你新买的昂贵沙发，你生气地骂了2句，但下一秒还是默默拿着吸尘器去清理。半夜不睡觉，在你的脸上踩来踩去，你虽然被吵醒，很崩溃，但隔天一早还是乖乖去倒猫饲料。在佛法里面，修行有6种核心的方法，叫做6度波罗蜜。其中最基础的2项，一个叫布施，
一个叫持戒。你给予猫咪食物、温暖的居所，还有满满的爱，这就是最纯粹的布施。因为你付出的时候，从没想过这只猫未来要怎么回报你。当猫咪调皮捣蛋，你深呼吸，克制住自己想要发脾气的冲动，包容区的野性与天性，这就是在修你的持戒与忍辱。养第一只猫福来的3年里，王元修学会了基本的关爱与怜悯，而养第二只猫福寻的5年间，他在猫咪的调皮与陪伴中，把这种爱升华了，学会了持久的陪伴与包容。然而，佛祖所说的决定来世福报的大小，难道真的只是看你养了几年猫吗？如果故事只到这里，那这只不过是一个温馨的宠物故事。接下来，王元修生命中出现的第3只、第4只猫将会带给他，也是带给荧幕前所有的我们，一场直击灵魂的震撼教育。各位朋友，故事说到这里，我想先暂停一下。刚刚我们提到，王元修在面对第2只猫福寻离世时，已经没有了第一次那种崩溃与崩塌，他学会了平静的接受。但回到我们现代人的真实生活里，这一步真的好难好难，对吧？很多来听我讲课的信众或是身边的朋友，在毛小孩过世后，整个人像是被掏空了一样。他们会红着眼眶跟我说，老师，我这辈子绝对不会再养猫狗了，因为那种锥心之痛，我真的承受不起第2次。为什么爱得越深，痛得越真实？在佛法的世界观里，这一切都要回到2个字：无常。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造物主或者是佛祖要让猫咪和狗狗的寿命设定的比我们人类短这么多？我们通常只能活10几年，注定要比我们先离开这个世界。难道这是老天爷在惩罚我们，故意要让我们伤心吗？其实恰恰相反，这是佛祖为我们安排的一场随堂考。佛法告诉我们，人世间所有的痛苦都来自于执着。我们执着于年轻，所以害怕变老；我们执着于财富，所以害怕失去；我们更执着于身边所爱的生命，希望他们能永远陪着我们。但生命的本质就是成、住、坏、空，就是不断的流转与消逝。动物的寿命短暂，就是佛菩萨在用作们的生命给我们上最生动也最痛的一堂生死课。Rama 用10几年的陪伴给了你毫无保留的爱，然后再用 Rama 的离去逼着你直视生命的脆弱，教你学会放下执念。当你痛彻心扉，却依然能流着泪感谢曾经来过你的生命时，你的心胸就被撑大了，你对这个世界的包容力也就跟着变强了。这就是无常带给我们的礼物。历史上的王元修也在这条修心的路上继续往前走。在第2只猫福寻过世3年后，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王元修又收留了第3只猫。这是一只橘色的小幼猫，王元修给取名叫福归，归来的归。这只橘猫福归和前面2只完全不一样，超级粘人，简直就像是王元修的影子。不管王元修走到哪都要跟到哪，甚至王元修出门去看诊，福归都要偷偷跟在后面。王元修拿牙没办法，只好把牙带在身边一起看诊。但神奇的事情发生了，这只橘猫福归似乎有一种不可思议的灵性。每当王元修遇到棘手的病患，把脉把不出个所以然的时候，福归就会安静地走过去，用毛茸茸的小爪子轻轻去碰触病患身体的某个部位，而那个地方往往就是病灶的所在。渐渐的，福归不只是王元修的宠物，更成了他行医救人的得力助手。因为福归的帮忙，王元修救回了更多的人。他的慈悲心已经不再只停留在对一只猫好，而是扩展到了天下苍生。他开始广收门徒，把自己的医术和这份对生命的敬畏无私地传授给下一代。这就是佛法中
更高的修行、精进与无私的奉献。福龟陪伴了王元修整整7年，比前2只猫都还要久。7年后，一个月光皎洁的明媚夜晚，福龟没有任何征兆，没有生病，也没有痛苦，就这样静静地在睡梦中离开了人世。这一年，王元修已经60岁了，两鬓斑白。看着福龟安详的模样，王元修的心里没有悲痛，只有深深的平静与感恩。他亲手将福龟葬在了福来和福寻的旁边。当天晚上，王元修第4次梦见了佛祖。金碧辉煌的大殿上，佛祖依然面带微笑。王元修双手合十，恭敬地问佛祖：弟子已经养过3只猫了，福来3年，福寻5年，福龟7年，但弟子还是不明白这对来世的福报究竟有何影响。佛祖看着他，轻轻地说：你养的第1只猫陪你3年，第2只猫陪你5年，第3只猫陪你7年，你可看出了什么规律？王元修思索了一下，回答：每一只猫陪伴的时间都比前一只长了2年。佛祖点点头，正是如此，陪伴的时间越长，说明你的耐心和慈悲心越强大，对生命的体悟也越深。王元修恍然大悟，所以养猫的年限其实是在测试我慈悲心的深浅。佛祖微微颔首，不仅如此，这背后还有更深的玄机。就在佛祖正要揭开那个关于来世福报的终极秘密时，王元修却突然从梦中醒来了。这个未说完的秘密究竟是什么？为什么养得越久，福报的层次会完全不同？而王元修生命中的最后1只猫，又将如何带领他走向真正的圆满？那个未说完的秘密，就像一颗种子，种在了他的心里。不久之后，一只纯白色的母猫悄悄地走进了他的生命。这只猫，王元修给它取名叫福满，福气圆满的满。福满的性格和前面3只猫完全不一样，它没有福来的虚弱，没有福寻的调皮，也没有福龟那种跟前跟后的粘人。福满身上有一种非常奇特的气质，只要看着它，人的心就会不由自主地静下来。无论王元修是在配药、看书，还是为学生授课，福满总是安安静静地趴在一个角落，不吵不闹，从来不打扰他。这1人1猫，有时候一整天都不发一语，但空气中却充满了一种难以言喻的祥和与默契。在福满陪伴的这段时光里，王元修不仅成了当时最著名的医者，他的医德更是被世人传颂。他将毕生所学编撰成书，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医学遗产。福满就这样安静地陪伴了王元修，走过了整整9年的光阴。这是4只猫里面陪伴他最久的一只。福满离开的那一天，王元修已经是一位70岁垂垂老矣的老人家了。那个下午，阳光很好，福满静静地躺在王元修的膝盖上，没有痛苦，没有挣扎，仿佛只是睡着了一样。王元修满是皱纹的手轻轻抚摸着福满纯白的毛发，他的眼眶里虽然含着泪水，但他的内心却是前所未有的平静。他把福满葬在了前3只猫的旁边，4只猫在地下团聚了。当天晚上，王元修第5次，也是最后一次，梦见了佛祖。梦里，佛祖依然面带慈祥的微笑，但这一次不一样了。在佛祖的身后，整整齐齐地站着4只猫：福来、福寻、福龟，还有福满。佛祖看着王元修，缓缓地开口了：王元修，你养的第1只猫陪你3年，第2只猫陪你5年，第3只猫陪你7年，第4只猫陪你9年。你现在明白这其中的规律了吗？王元修双手合十，恭敬地回答：弟子看出来了，每一只猫陪伴的时间都是单数，而且依序增加2年。佛祖点点头，这不是巧合，而是冥冥之中的定数。接着，佛祖说出了一段让王元修也让我们所有人
都震撼不已的话，养猫的时长决定了你的投胎。你养第一只猫3年，来世可投胎为普通人家；养第二只猫5年，可投胎为富贵之家；养第三只猫7年，可投胎为王侯将相。而你养了第4只猫9年，来世将直接往生极乐世界。听到这里，王元修整个人都惊呆了，他不敢置信地问佛祖，这是什么道理？养猫不过是生活里的一件小事，为什么养的时间长短竟然能决定一个人来世的投胎去向？难道养猫有什么通天的神力吗？各位朋友，听到这里，你是不是也和王元修一样觉得满头问号？我们现代人养猫养狗超过10年的大有人在，难道只要把一只猫养到老，我们下辈子就能大富大贵，甚至往生极乐世界吗？如果真的是这样，那大家都不用去行善积德了，只要拼命养猫就好了，不是吗？其实这就是佛法里最常被误解的地方，我们总是用世俗的交易心态去衡量无形的福报，我们以为付出了多少年就能换来多高等级的奖励，但在佛祖的眼里，这3、5、7、9的数字代表的根本不是时间，而是我们内心深处那条无比艰难的修心之路。养猫1年很容易，因为那时候猫咪还小，可爱又粘人，但要养10年真的太难了。你要面对生病、吃药、随地大小便，甚至最后瘫痪在床，你需要把屎把尿。在这个过程中，你的耐心会被消磨，你的脾气会被挑战。佛祖真正要告诉王元修的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说9年已是圆满？而那些养了猫却没有生出慈悲心的人，又算不算是修行呢？各位朋友，我们接着来听听佛祖面对王元修的惊讶，究竟给出了什么样震撼人心的终极开示？这将彻底打破你的认知，告诉你福报真正的秘密。佛祖慈祥地看着王元修，缓缓地说道：王元修，你以为是养猫这件事本身有什么神力吗？错了，真正决定你福报的不是猫，而是你在照顾这4只生命短暂的小动物时，你内心所修炼出来的德行与慈悲。佛祖指着身后的4只猫，一字一句地为它解开了生命的密码。第一只猫福来，你养了3年，在这3年里，你从一个旁观者学会了对弱小生命最基本的关爱与怜悯。这份基础的慈悲能让你来世投胎到衣食无缺的普通人家。第二只猫福寻，你养了5年，面对羊的调皮捣蛋，你的包容力变大了，你学会了持久的陪伴，甚至把这份耐心延伸到了你对待病患的态度上。这份更深的慈悲能让你投胎到富贵之家。第三只猫福归，你养了7年，你不仅仅是自己修炼，你还带着一起救人，并且把这份对生命的尊重无私地教导给你的学生。这份广大的慈悲能让你投胎为王侯将相。而第4只猫福满，你养了9年，在这9年里，你们彼此没有所求，只有静静的相伴。你对板给予了完全无条件的爱，这份圆满的慈悲已经超越了世俗的轮回，足以让你直接往生极乐世界。听到这里，王元修恍然大悟，原来佛祖口中所说的普通人家、富贵之家、王侯将相，乃至于极乐世界，根本不是指我们下辈子真的要去哪里投胎，这些全都是佛法里的隐喻。这代表的是我们心灵境界的4种层次。当你的心里充满了无条件的爱与平静，你不用等来世，你此时此刻就已经活在极乐世界里了。真正的修行从来都不为了虚无缥缈的来世，只为了每一个当下的解脱。这个时候，王元修又问了一个非常犀利的问题，这可能也是荧幕前的你心里正在怀疑的。王元修问佛祖，世间有很多人养猫养狗超过10年甚至20年，但他们在生活中对人刻薄，
脾气暴躁，慈悲心并不见得有多深厚。这又作何解释呢？佛祖微微一笑，说出了一段极具洞察力的话。这段话真的是重重地敲醒了无数现代人。佛祖说，形式上的养猫与真正的养猫截然不同。有些人虽然养猫，但人在心不在。他们把猫当成家里的摆设，当成无聊时解闷的玩具。他们不曾真正去理解猫的喜怒哀乐，不曾尊重猫的天性。这样的养猫无异于在养一件物品，对慈悲心的培养毫无帮助。真正的养猫是心心相印，是你放下了人类高高在上的优越感，去理解一个无法言语的生命。王元修还是很好奇，他接着问佛祖，既然要考验人的慈悲心，为什么非得透过动物呢？直接去行善积德，去帮助别人，不是更直接吗？各位朋友，请仔细听佛祖接下来的回答。这段话道破了人性的软弱。佛祖微笑道，人对人的善行往往夹带着功利之心。你帮了别人，你会希望别人说声谢谢；你捐了钱，你会希望留个好名声，甚至你期望他将来能回报你。但是你对动物的爱却是无比纯粹的。们没有钱可以报答你，们无法让你在社会上获得好名声，们能给你的就只有无条件的陪伴。当你愿意对一个绝对不可能回报你名利的生命付出所有的耐心与温柔时，你的慈悲心才是最真实、最深厚的。而且动物的寿命短，注定要比我们早离开。这就是在强迫我们去面对生离死别，去体悟生命的无常。每一次的失去都是在教我们放下执着。梦境的最后，王元修看着佛祖身后的4只猫，心中涌起无限的温情。他问佛祖，那们离开后又去了哪里？佛祖慈悲地看着他，轻声说道，你们一直都在，从未真正离开。生命的形态或许改变了，但能量永不消失。Raman 留给你的爱与陪伴早已经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永远永远地伴随着你。说完这句话，佛祖与4只猫的身影在柔和的光芒中渐渐淡去。梦醒了，王元修满是皱纹的脸上流下了2行清泪，但他的嘴角却挂着无比释然的微笑。他终于彻底明白了，养猫不是为了换取来世的福报，而是透过这些小生命修补了我们这颗因为在尘世中打滚而变得坚硬冷漠的心。这段跨越了几十年的传奇公案到这里圆满落幕了，但修行却才刚刚要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中展开。这就要有人问了，在哪里修行呢？其实修行不在深山老林里，也不在遥不可及的庙宇中。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我们每天真实度过的日子，就是最好的道场。在影片的最后，我想教给大家几个立刻就能做的日常微小修行，让我们把佛祖的智慧真正落实到我们的生活里。步骤非常简单，请你今晚就试试看。第一，睡前3分钟的观心练习，修布施。今天晚上睡觉前，请你静下心来，花3分钟的时间去轻轻抚摸你身边的毛小孩。如果你没有养宠物，可以在脑海中观想一个你爱的人，或是一只曾经陪伴过你的小动物。在抚摸或观想的当下，去感受那种我完全不求你回报，我只希望你健康快乐的纯粹心境。把这份不带功利条件的温暖牢牢记在心里，这就是在培养你内心最基础的慈悲与布施。第二，停顿3秒的转念练习，修忍辱。明天开始，当你的毛小孩又不小心把水杯打翻，或是当你的家人、同事说了让你生气的话，在你准备发脾气的那一瞬间，请你在心里默念1、2、3，强迫自己停顿3秒钟，告诉自己，
这是一场老天爷给我的随堂考，这是在考验我的耐心，把即将脱口而出的责备转化为一个深呼吸。每一次的忍耐与包容，都是在为你自己的生命累积深厚的福德。第三，转化悲伤的感恩回向，修放下。如果你心爱的毛小孩已经离开了，请你今天试着把心里的对话从“你为什么要丢下我”改成“谢谢你曾经来过我的生命”。我们在心里对对说：“谢谢你用一生的时间教会了我什么是爱。我会带着你给我的温暖，好好生活下去。”当你把悲伤转化为感恩，这份爱的能量就会得到升华，你也就真正学会了面对无常的智慧。各位朋友，生命的长短，我们从来都无法自己决定。在这漫长又短暂的一生当中，我们会遇到很多人，也会遇到很多无法言语的小动物。你要相信，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每一次的离别，也都是为了成就你内心更大的慈悲。如果你曾经失去过心爱的毛小孩，或者正在经历生离死别的痛苦，请你不要再深深自责，也不要再沉浸在无尽的悲伤里无法自拔。因为佛祖说过，我们从来都没有真正离开过你， Raman 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化作了你心底最柔软的那一块肉，化作了你对这个世界更深更广的包容与爱。你因为微的离去而流下的每一滴眼泪，都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变成你生命里最温暖的光，照亮你前行的路。这就是这些小家伙们留给你这辈子最珍贵也最无价的福报。真正的福报从来都不在遥远的来世，也不在外在的富贵荣华，而就在你当下这颗安宁喜乐的心里。只要你用心去善待每一个出现在你生命中的生灵，你此时此刻就已经活在人间的极乐世界了。今天，我想邀请荧幕前的你，一起来完成这场修行的最后一步。如果你也有一个陪伴过你，或者正在陪伴你的毛小孩，请你在底下的留言区留下他的名字，或者留下一句你最想对别说的善言。你可以写下一句简单的谢谢你来过我的生命，或者写下对世间所有小生命的祈福。让我们把这个留言区变成一个充满爱与慈悲的正能量磁场。当无数的善意在这里汇聚，这股温暖的能量一定能跨越时空，传递到那些小天使的身边，也会深深地回馈到我们自己的生命里。最后，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有带给你一点点感动或启发，也请你把这份善意转发到你的社交群组里，让那些或许正在街头默默喂养流浪浪浪的退休朋友、亲人们也能看到这支影片，让他们知道他们每一天的付出都是最无上、最圆满的修行。愿每一个微小的生命都能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愿每一个曾经受伤的心灵都能在这里找到平静的解药。感谢你的陪伴与观看，我们下次见。